由阿斯麦设备所制造的芯片，几乎已存在于市面上的所有电脑、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里。人们熟知的台积电、英特尔等等，都要向它购买先进的光刻机，才能完成芯片生产。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这家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掌握了最先进的 EUV 极紫外光技术，可以制造7纳米以下的芯片。而上海微电子制造的国产光刻机，目前才达到28纳米。因此，阿斯麦几乎是垄断光刻机行业的霸主，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仅市场大，而且价格高。阿斯麦目前制造的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一台可以卖到1.2亿欧元，约合9.4亿元人民币，并且全球仅有它自己可以生产。这种光刻机的技术难度被认为堪比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可以说，尖端光刻机代表了现代工业的某种极致。它由10万多个部件组成，对技术、精细度、速度的要求高到令人难以想象，温度、湿度、光线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成败。除了技术以外，阿斯麦之所以能称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杀手锏——供应链管理。也就是说，它掌握了光刻机制造的大部分上下游产业链。就上游来说，在一台尖端光刻机上，需要用到很多高科技、高精密度的组件，比如德国的蔡司镜头、日本的特殊复合材料、瑞典的工业精密机床、美国的先进控制软件等。阿斯麦的光刻机超90%的零件都是向外采购的。对于这些零件的供应商，阿斯麦都努力抓在手里，并购不行就入股或投资。在2007年之后的10年内，阿斯麦先后大手笔收购了计算光刻龙头公司 Brion、准分子激光器老大 Cymer 和电子束检测设备龙头 HMI， 最后在2017年拿下光学镜头业的翘楚，花20亿买下蔡司公司24.9%的股权。总之，千方百计控制上游。面对下游客户来说，阿斯麦有个奇特的规定，只有投资阿斯麦才能获得优先供货权。这样的合作模式下，阿斯麦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跟客户之间还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阿斯麦能够成为行业的巨无霸，靠的正是全球化，而不只是荷兰的工业实力。它也因此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高新技术企业深度嵌套在一起。不过，这也让阿斯麦很难摆脱来自美国的压力。首先，美国在 DUV、EUV 技术方面早已渗入阿斯麦。1997年，阿斯麦加入英特尔和美国政府牵头成立的 EUV LLC 联盟当中。这个联盟汇聚了美国顶尖的研究资源和芯片巨头，集中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共同研究 EUV 光刻技术。根据加入联盟的承诺，美国零部件需在阿斯麦占比55%以上，并接受定期审查。其次，美国通过阿斯麦的上市公司身份入股。目前，阿斯麦的前3大股东均来自美国，合计掌握阿斯麦近30%的股权。美国实现了对阿斯麦资本和技术双控制。阿斯麦的高端光刻机实际控制方是美国而非荷兰，因此阿斯麦也被行业称为半个美国公司。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能施压荷兰对华禁售高端光刻机的主要原因。不过，因为美国呢，它的目的很清晰，需要控制中国芯片产业的上游，就是芯片制造的这些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分2大类，目前 EUV 是完全由荷兰控制的。在过去，这个美国压荷兰，荷兰就不愿意。荷兰讲我退出中国市场，它有可能被其他的相关方填补。所以现在美国就把日本也拉进来，就它内部要协调，你也可以讲内部要分赃，制裁中国、限制中国，它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他就来协调这个问题。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近期在采访当中表示，30年前，美国和欧洲在芯片制造环节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但是现在只占2成，8成产能都集中在亚洲地区，因此迫切的需要再平衡。那么，刘先生想请教一下，美国现在所做的这一系列动作，是不是就是在做所谓的再平衡？它的前景又会是怎样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再平衡政策里边包含了它这个制造业回归，它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当中，它的大量的产业就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市场了，所以呢，这个成为了美国认为它国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也不打算全面的恢复它的制造业，它是要把那个关键的核心技术这个制造业恢复起来，它主要就是夺取它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就是设计和制造这2块。3个国家达成的这个协议呢，它实际上是攻这个设备这一块，因为他知道设备这一块是目前中国最
最弱的地方，我们只能做到28纳米甚至更低，所以它要把高端的14纳米的这个生产的这些控制在它的手里，所以它是应该说它是一种精准的限制中国、打击中国的一个考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一定难度的。目前达成的这协议，其实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协议怎么落实，然后这里边还会出现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分化的问题。荷兰跟日本其实心里非常的清楚，对华限制出口芯片相关产品的话，对他自己也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啊。那为什么日本跟荷兰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跟随美国做这件事儿？过去谈全球化，那就是经济超越一切，其他议题都是靠后的。那现在看来，你美国用自己的手段啊，不管是说服还是压服，它至少暂时让荷兰、让日本接受在某些领域要优先考虑安全，考虑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讲，荷兰、日本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安全议题上的共识和价值观议题上的共识，就超越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实际上他所做的这些动作，是不是也在反噬到国内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刚开始采取打压中国芯片生产，这件事情啊，在美国其实不是大家都赞成的，因为美国有一大批的芯片企业跟中国是长期合作的，这样的结果呢，等于是把这个企业的利润收入来源啊也都断送了。但是呢，美国现在就是执意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看美国的国内的在政界跟商界之间怎么博弈，这个我觉得还不能马上就说有一个结果。对于美国国内来说，市场的反应、资本的反应和政客的反应，他们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在这个中间，中国如何把自己关于芯片产业或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能够与相应的各种环节结合起来，就变成我们能不能突破中美这样一个僵局。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芯片以及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呢，也从内地扩展到了澳门。不光是包括设备，还有技术，甚至是美国人相关的这个美国人都受到了限制。那您怎么来看美国的这个动作？今年呢，2023年，它基本上调整了战略，就是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那么高科技产业又是抓这个核心技术，核心技术美国领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凡是他认为不利于他这个关键技术的这个领域或者行业呢，只要是他判断认为是一个需要打击的地方、地区、行业，他就要采取措施。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应该提前做好事先准备。